看着只剩一口气的温潮，魏无羡觉得憋在心口的那股郁气终于释放了出去。突然想起了蓝曦臣说的温若寒是聂明绝杀父仇人这件事，对着温若寒道：“对了，你当年为何要暗算聂老宗主？”温若寒懵逼：“哦没有，哦怎么可猛暗算老聂？”魏无羡转头看温大长老，温大长老眉头紧锁，他说：“他没有，他怎么可能暗算老聂？”魏无羡疑惑道：“大哥说的呀，说当年聂老宗主跟你比完武，你就留下了他的刀，后来你把刀还给了聂老宗主，然后有一次聂老宗主夜猎时，刀突然断了，导致他刀毁人亡。”温若寒要哭了，他真的什么都没干，哭唧唧地看着温大长老。温大长老无奈道：“二位可以留在岐山。岐山内部派系众多，人员混杂，需要调查一下当年的事情。”魏无羡嗤笑道：“温若寒，你好废哦，一个宗主什么都不知道。”温若寒不服气道：“你爹不也是吗？”魏无羡这句话听懂了，他说的是你爹不也是吗？蓝忘机，所以你们两个都是废物。魏无羡有些慌乱地拉了拉蓝忘机的衣袖：“不能这么说你的父亲。”蓝忘机就说。魏无羡叹气，犯病的蓝湛他拦不住啊，感觉快把自己心里想说的东西说干净了，简直是释放天性。温若寒，等哦吉田，我休养一下，再亲历文时。魏无羡看大长老，温大长老叹气：“你等我几天，我休养几天，再清理温室。”魏无羡：“谁等你？我和蓝湛要回家了，你自己好好弄去吧。你要是弄不好，我和蓝湛再过来打你。”转头对着蓝忘机道：“走吧，我们回家。霸道总裁休息啦。”蓝忘机拉住魏无羡的手：“好，魏婴，我抱你可好？”魏无羡歪头打量了一下蓝忘机，笑道：“蓝湛，你病好了，怎么还能说出这种话呢？”蓝忘机的耳朵有些红，想抱，不能让魏婴再翻跟头回去了，好危险。魏无羡有些扭捏地伸出手：“那让你抱好了。”蓝忘机抱起魏无羡，凌空飞起，转眼间消失不见。温大长老，这是没看到我们还在一旁吗？温若寒，18。温潮，啊啊，救救我，我好疼。温大长老看了一眼快成一坨烂泥的温潮道：“二公子怎么办？”温若寒恨恨地看了他一眼，关他去死。温大长老，不管了对吗？那就让他在这里自生自灭吧。这里是温若寒闭关之处，门外一般人不会过来的，只要两人不管温潮，就没人来救他。7天后，温若寒伤好的差不多了，门牙也用象牙磨出合适的大小镶上了。刚出了门，就看到了已经臭了的温潮，冷笑了一声，叫来了门生，把温潮扔到了乱葬岗。温若寒一出关，就直接废了还在张牙舞爪的温煦，开始疯狂调查温氏这些年趁他闭关都干了什么。温若寒一来蓝氏，还在蓝氏的聂明珏就知道了，直接拎着大刀就冲出去了。温若寒眼睛一亮，来得好。两个人有来有往的打了起来。魏无羡，别打了，不是来说聂大哥父亲的事情吗？聂明珏，我爹一定是你杀的。温若寒停下手，屁，才不是我，我要杀就光明正大的杀，我干嘛要暗算？根本不是我温若寒的性格。看到蓝启仁大声道：“小古板，这是那些叛徒的魂魄，你全都问灵一遍，我还就不信了，问不出老聂到底是怎么死的。”看着挤得满满的风恶乾坤袋，蓝启仁，你这是杀了多少？温若寒自豪道：“有问题的我全杀了，这些人死不足惜，手下都有无辜百姓的性命。我温若寒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从不对百姓出手，这些人该死。”魏无羡突然对温若寒改观了，这个人还不错嘛。因为魂魄太多，所有蓝氏修问灵的嫡系弟子长老都来了。这一问，问出了好多不为人知的隐秘，好多事情幕后真凶居然都是同一人。金光善、蓝启仁还问出了当年蓝家大长老死的事情，他兄嫂全家居然都是死于金光善的阴谋之下。他兄长多年的闭关，蓝启仁气得眼眶发红，叫门生去请清衡君。清衡君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直接温蓝聂三家达成了共盟，一起攻打兰陵金氏。金氏怎么可能抵得过三家的联盟军队？几乎在3天之内，金家的门生就跑了一个干净。看着被绑起来的金光善和金夫人，温若寒笑了：“金光善，
你算计了我10几年，我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金夫人哭着道：温宗主，所有的事情都是金光善干的，跟我的子轩无关，求你放了子轩吧。温若寒笑了，放心，我没杀了他，我废了他的修为，让他去做一个永远没有自由的家奴去了，高兴了吧？金夫人绝望了，他的子轩怎么受得了？那可是他千娇百宠养大的儿子。充满恨意地瞪着金光善，都是他害的子轩。金光善还在求饶，温若寒直接把人杀了，把魂魄扔进了温氏秘宝里。金光善的魂魄会在这里被火烤上几百年，直到魂飞魄散。